为什么报复社会的极端犯罪者常常是所谓的老实人？为什么近500年来中国没有做出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善良人为养料来成就恶人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常常是流氓和土匪成了最高统治者？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中国人内心的轮回机制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叉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人内心的轮回机制，个人的内心被家族、社会乃至文化所塑造。可以说，个人的内心就像是家族系统、社会系统与历史文化的投影。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历史文化、社会系统和家族系统也是个人内心向外的投影。这就像我在上一本书中分享的观点，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文化存在和体现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内在的想法和外在的行为模式中，这些点点滴滴组成了文化。同时，文化传统又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反过来又塑造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这两者是相互成就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这个词，意思是一个集体的经典特征也会扎根于这个集体里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所以，如果能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中也藏着祖先们的共同意识。我们的社会与家族系统有很多特点，这些都引发了我的思考，不断地在问为什么。比如，为什么要集体主义？为什么孝道压倒一切？为什么都喜欢孩子听话？为什么应试教育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在乎成绩？2012年之前，我一直纳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中国式好人？虽然口碑还可以，但我感觉到我是自我压缩的。到了2012年6月，通过梦，我开始看到自己心中住着一个魔鬼。那时才第一次体验到，我之所以是好人，是为了防御自己心中的坏。因为这些，我对自己的认识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弗洛伊德说，攻击和性是人类的两大动力。温尼科特则说，攻击性就是生命力。但过去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理论，而现在我才真正从体验上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之后的自我认识就像是跳入了深渊。尼采说，你注视着深渊，深渊也注视着你。但当真发现深渊中有些什么时，对深渊的恐惧就减轻了很多。然后发现深渊中藏着资源，黑暗就是力量。咨询工作就是和来访者一起去深入他们的内心，自我分析和为自己找心理医生，就是去深入自己的内心。我的确觉得这两个工作，我触碰到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说中国人的集体之心。上一次的分享，中国家庭的外部轮回机制，是从外部写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它还带着旁观的味道和批评的味道。但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后，这种味道就没有了。巨婴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时，我一旦写关于孝道的文字，就有遏制不住的愤怒。当巨婴概念形成后，愤怒化解了很多。孝道只是一个解决办法，它还是发端于我们的集体之心的。我们的集体之心会形成一套系统，一环扣一环，后一环是为了解决前一环的问题，而轮回也由此产生。轮回并不能直接去切断，但可以通过深入觉知集体潜意识之心而松动它。很多学者说，东方文化是死亡崇拜文化。所谓死亡或者死亡崇拜，就是我们对扎根于我们潜意识深处的那些狰狞死神的畏惧与崇拜吧。我觉得这个苍蝇的梦如一个极佳的预言，刻画了中国家庭、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现实。控制性或者说禁止性的家长、老师、老板、伴侣乃至权力体系，其实都是这样的苍蝇，盯着你，让你不能自由动弹。如果想自由伸展手脚，就会担心被惩罚。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外部世界对个体而言，就是一个不断嗡嗡作响的巨大苍蝇，不间断地盯着每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无数人都感觉到，若用自己的个性来行事，即会被啄死。类似苍蝇这样的东西紧紧盯着我们，我们一动都不敢动，除非该魔鬼发出指令，告诉你该如何行动。这种感觉
该是无数国人在家中、学校里、工作中乃至社会体系中的共同体验吧。西方很多文艺作品也在刻画这个。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以及《魔戒》中的魔眼都是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很推荐《1984》这本书，还有另一部电影《逃出克隆岛》，也很有启发性。围绕着苍蝇这一意象，会分出两类极端的人，一类是被苍蝇击败的人，一直活在一动都不能动的感觉中，任何规则都能束缚住他；一类是绝对抗争的人，不接受任何规则的限制。这两类人还总会走在一起，特别是用爱情这种极端的方式，为的是相互学习和和解。现在国家在倡导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才是 GDP 的根本，但创造力只能来源于自由，自由可以让活力自然流动，那时手脚的随意伸展都可以有创造力，而当活在不能动弹的感觉中时，就别说什么创造力了。也就是说，创新的东西必然会对陈旧的东西进行破坏和替代。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缺乏创造力，就是陈旧势力的文化太强大，对创新力量控盘式扼杀。中国的儒家传统以及社会权力体系都是过度限制性的，所以我们一直缺乏创造力。但我们又是文明化的、超勤奋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很好的模仿力。但恢复创造力也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因为这是人的天性，只要放开人的手脚就可以了。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虽然在家庭文化还有很多压制性的东西，但整个社会呈开放态，所以他们的创造力就出来了。至少先灭掉自己心中的那只苍蝇吧。如果仅仅从咨询中的2个发现就做出这么大的推论，那我真的就有过度演绎的嫌疑了。但其实是有太多类似的发现，让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的整体意识。温尼科特和弗洛伊德都说，攻击性就是生命力。温尼科特尤其认为，攻击性比性欲更原始。我喜欢形容说，带着攻击性的生命力要伸展自己。如果在伸展中得到了满足和回应，它就会被祝福，成为生的能量，如热情。如果没有被满足，而被拒绝或忽略，它就会被诅咒，成为死的能量，如破坏欲与恨意。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死亡能量和生的能量其实是一回事，其区别仅仅是否被看到。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说，一个人的完整生命就是一场英雄之旅，完成了这个旅程的人，最后会发现外部世界的善与恶与自己内心的善与恶是一回事。我则认为，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能量体，它需要在关系中借助镜子照亮自己。当这个能量体彻底被照亮后，开悟就发生了。在言语上谈论死亡能量与生的能量是一回事，但真的要将它活出来，实实在在的体悟到，则很不容易。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在头脑里知道，能量本身并不可怕，那些可怕之物只是没有被看到。青蛙只需要公主的一个吻，就可以变成王子，就是这个隐喻。能量在关系中的展现，就是关系中的张力。有时候关系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简直兜不住了，而无数关系都会有断裂的时刻。中国式的人际关系特别难相处，原因在于我们都是巨婴。据说佛陀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精神分析则发现，其实每个婴儿一出生都是这种感觉，都觉得自己是神，一发出念头，整个世界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转。心理学家科胡特将这一原始心理称为全能自恋，心理学家克莱因则将它称为全能感。全能自恋这个概念以及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在解读中国人的种种经典现象时是最贴切的。全能自恋最基本的演化是，当顺心时我就觉得自己如同神，当不顺时神就变成了魔，而生出简直想摧毁世界的破坏欲来。神和魔的感觉都很可怕，于是自我就将他们压制住。我因此想到，弗洛伊德说的本我、超我和自我，放到中国人这里，它的准确表达就变成了全能自恋型的本我、绝对禁止性的超我和软哒哒的自我。也就是说，这股能量对自己时是全能自恋性的，想为所欲为；对别人时是绝对禁止性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意志来，我禁止你有任何自由意志。这样的本我和超我太极端了，
自我很难做协调，于是负责协调二者的自我变得软塌塌了。有一次，在一个深度催眠中，我有了一个意象出来，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龙，它的鳞甲充满了整个宇宙，自称万兽之首。从这个催眠中出来后，我很震惊，或许我深入触碰到了藏在我心中的集体无意识，而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最深刻的一个东西，就是龙的意象。龙既是神，又是兽，还是魔。它的基本特征是无所不能，为所欲为。西方的无数作品也有龙，比如《魔戒》和《霍比特人》中的龙，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东西方的龙其实描绘了同一个东西，带着全能自恋感的原始自我。它还没有被驯服成人，同时也没有彻底堕落成魔。只不过我们的文化中，这条龙就是天子，是主体。西方文化中还有耶稣，他是主体。带着全能自恋感的龙可以演化成皇帝，整个国家都必须按照他的意志来。比如朱元璋非常费心地规定了三教九流应该怎么生活，也可以演化成大母神，整个家庭都得按照他的意志来。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挤多少牙膏，和怎么使用冲水马桶等等。我们都是龙，而龙都在追求全能感。全能感一旦被破坏，就会生出毁灭整个世界的破坏欲。所以我们的历史一再这样轮回。那些破坏王们，如黄超、张献忠和洪秀全，都是全能感被破坏后变身为魔王的，都是龙，都追求全能感。一旦受挫，就会生出破坏欲。这就是巨婴们的集体可怕之处，必须要限制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社会系统就有意无意地压制了所有人的活力，于是中国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禁止性的超我系统，而紫禁城就变成了一个经典的象征性存在。儒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它的合理之处就在于这一点。全能自恋的能量太强了，所以要设计一套非常繁琐的体系来压制它，并且必须将所有的龙都统一到一个思想体系中。因为如果思想不统一，就容易出现你死我活的分裂与斗争，动不动就要争个你死我活，不知妥协为何物。不知大老粗们是这样，文化人也一样如此。比如明朝的东林党人，这种味道就太强烈了，以至于很多人感慨明朝毁于了党争。如果你被这一套文化洗脑了，你就会变成一个顺民，即我说的中国是好人。你会变得安静、被动、顺从，并会感觉到深深的自我压制。你甚至认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对的活法。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创造中国历史的却常常是一个流氓，带着全能感的龙。但这条龙必须得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文人，也就是军师来辅佐。朱元璋和刘伯温、刘邦和萧何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普通的社会层面，也常常是带着点流氓气或者说全能感的中国人，容易获得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流氓常常不读书，如项羽、刘邦与刘备，因为书代表的文化体系被儒家渗透的太厉害了，如果一直读就读傻了，至少活力就难以展现出来。至于那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军士们，他们大多是以儒家为皮囊，而内核则是法家、兵家、道家等等。如果只是儒生，常常是勇气可嘉，但是误国。也就是说，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体系，在减轻了龙门的破坏力时，也将其生的能量同时给压制住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答案就是爱。爱是什么？爱是回应，是看见，是链接。作为一个能量体，我们犹如一个章鱼，会不断伸出自己的触角。如果这个能量的触角被接住，它就得到了祝福，而会变成一个生的能量。如果没被看见，而是被拒绝与忽略，那么它就会变成黑色的、破坏性的、死的能量。如果一个人整体上觉得自己被拒绝、被忽略，那么不管他外在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内心或者说他的真自我都充满了破坏欲。我看到的那个纯黑的、散发着金属光泽的狰狞的魔鬼是这个东西。那位女性来访者梦见的犹如航母一样大的苍蝇也是这个东西。我们常梦到的恶魔或者充满攻击性的形象还是这个东西。现代社会，爱情和爱都成了主流，让我们以为生命就该如此。但其实我们本来并不讲爱情，爱情是一个外来文化传入的东西。我们本来也不太讲爱，而是讲孝顺。我们固有的很多东西会将我们切割在一个个的孤岛上。
我有太多的来访者和他们的伴侣与孩子说过这样的话：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人长大的，每个人如孤岛一样的生命，都想做全能的龙。但如果孤岛能链接在一起，那时龙就会从兽变成人。好的，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我们今天读了中国人的内心轮回机制这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